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？每天早上醒来，感觉比睡觉前还累，挣扎着起床，仿佛身体被灌满了铅。白天工作，脑袋里像一团浆糊，无法集中精力，只能靠一杯又一杯的咖啡续命。可到了晚上，明明身体已经累到不行，大脑却异常兴奋，像个没关的收音机，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。如果你中了任何一条，我想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，你很可能不是懒，也不是意志力薄弱，而是你身体里一个叫做皮质醇的关键荷尔蒙，它的节律已经彻底紊乱了。今天，我将完全基于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安德鲁·休伯曼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，带你彻底搞懂这个持续性倦怠背后的幕后黑手，并且我会给你一套零成本、人人都能做到的3步方案，帮你夺回精力的主导权。一提到皮质醇，很多人就想到压力荷尔蒙，觉得它是个坏东西。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。休伯曼博士强调，皮质醇的真正工作是调动和分配能量，是你每天能从床上起来、能思考、能应对生活挑战的能量来源。所以，我们是需要皮质醇的。那问题出在哪？问题不在于皮质醇本身，而在于它的节律。在一个健康的人体内，皮质醇的节律是这样的：早上醒来后迅速飙升到最高点，就像身体的启动按钮，让你瞬间清醒，充满动力。然后在白天缓慢平稳的下降，到了晚上，它会降到最低点，为你的高质量睡眠让路。这是一条优美的晨高夜低的波浪线。但对一个倦怠的人来说，这条曲线是完全错乱的。它变成了一条扁平、混乱的线，早上该高的时候高不上去，所以你昏昏沉沉，启动困难；晚上该低的时候又降不下来，所以你累但兴奋，无法入睡。这就是倦怠的核心，你的精力系统在错误的时间踩油门，在错误的时间踩刹车。好消息是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几个简单的行为，像校准手表一样，把这个节律重新校准回来。接下来就是整个视频最核心的部分。休伯曼博士提出了一个强大的框架，我把它总结为重置皮质醇节律的3大支柱。记住，先做起来，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。第一个，也是最重要的支柱，就是在醒来后的60分钟内，出门接受10分钟的阳光照射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休伯曼博士的研究表明，早晨的阳光是设定我们体内生物钟触发皮质醇健康峰值的最强信号。具体怎么做？时间是醒来后1小时内，越早越好。方式是走到户外，不要隔着窗户玻璃，因为它会过滤掉关键的光波。不需要直视太阳，只要面向阳光的方向，让光线进入眼睛就行。阴天更要做，因为阴天的光线强度依然远超室内灯光。如果你起得太早，或者天气实在不允许，可以使用那种1万勒克斯的太阳模拟灯。记住，这个简单的动作能让你的皮质醇水平在早晨健康的提升高达50%。这个峰值越高，它在下午和晚上就能降得越低，形成一个健康的循环。这是你一天精力的地基。早晨的第2个工具是将你每天的第1杯咖啡推迟到醒来后的90至120分钟再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刚醒时，大脑里堆积了一种叫腺苷的物质，它让你感到困倦。你的身体需要时间自然地把它清理掉。如果你马上喝咖啡，咖啡因只是暂时堵住了腺苷的受体，一旦咖啡因劲儿过了，被积压的腺苷就会加倍反扑，这就是你下午精力崩溃的元凶。而等待90分钟，让身体先完成大扫除，然后再用咖啡因来延长和稳定你早晨的皮质醇平台，你会发现一整天的精力都变得平滑、持久，不再有那种断崖式的下跌。第2个支柱是应对下午的精力低谷。当下午3点，你感觉又困又乏的时候，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再来一杯咖啡。但休伯曼博士提供了一个更科学、更高效的工具，叫做 NSDR 非睡眠深度休息。想彻底搞懂这个工具完整科学原理和具体做法，我强烈建议你去看我前不久那支专门的视频。那支视频会把为什么和怎么做讲得一清二楚，链接我会放在说明栏里。而在你真正需要跟着引导练习的时候，可以直接在 YouTube 上搜索 Huberman NSDR， 就能找到休伯曼博士本人录制的完全免费的10分钟引导音频。所以，这才是最科学、最高效的充电方式。先通过我的视频学会这个方法，
再利用修伯曼博士的免费音频去实践它。最后一个，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支柱，是管理夜晚的光线和压力。记住这个关键点，日落之后，你的身体对光线变得异常敏感。这时，即使是普通的室内灯光，也足以欺骗你的大脑，让它以为还是白天，从而错误地提升皮质醇，并抑制让你睡觉的褪黑素。具体怎么做？首先，调暗灯光，关掉刺眼的顶灯，尽量使用暖色温的台灯或落地灯，把光源放在你的视平线以下。其次，把你的手机和电脑屏幕调成夜间模式或红色模式，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影响睡眠的蓝光。最后，如果你在睡前感到压力或焦虑，使用我们之前视频讲过的生理性叹息，2次深吸气，1次长长的呼气，重复3到5次，你就能立刻感受到心率变慢，身体放松下来。这是在给你的身体踩下生理刹车。好了，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。重置你耗竭的精力系统，只需要记住这3大支柱。支柱1：早晨校准，醒后1小时内见光10分钟，咖啡推迟90分钟，这是为了建立一个健康的皮质醇峰值。支柱2：午后恢复，用10分钟的 NSDR 代替咖啡，主动为大脑充电。支柱3：夜晚管理，调暗、调红你的光线，并用呼吸法主动降压。你会发现，这些工具全部都是零成本的，而且并不复杂。它们不是让你去挑战极限，而是让你更聪明地与自己的身体合作。所以，我给你的挑战是，本周只选择其中一个你觉得最容易开始的工具去实践。比如，就从明天早上开始，醒来后什么都不做，先去阳台或者户外站上10分钟。请在下方的评论区告诉我，你选择了哪一个工具。1周之后，欢迎你再回到这里，分享你的感受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用，请一定订阅我的频道，因为我们才刚刚开始探索如何掌控我们身体的这本操作手册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